当时这个投资成功了吗？我觉得很不成功。你要学的话，就要在实践上成功的人。这一下子让我想到了巴菲特。之所以能够拿到时间长的，是因为你是觉得你在拿一个公司。NVIDIA 的话呢，我是大概是7块多买的。那现在呢就涨了，大概是涨到了30个 X。昨天我们聊到这个是巴菲特嘛，是吧？你说这个巴菲特是自从你采用巴菲特的方法以后，你的这个投资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。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讲详细一点到底这方面有哪些比较大的变化？这个主要是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管它叫巴菲特原则吧，或者巴菲特基础，就是我是理解了它的原则和基础之后呢，我觉得对我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有一个定心丸了，就是你手里能拿股票呢，能拿得住了，能拿的这个很长的时间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改变。完了，再一个就是也不是说的这个轻易的去追高去了，因为你要考虑价值的因素。之所以能够拿的时间长的，是因为你是觉得你在拿一个公司你在拿一个公司的一小部分。这样的话会让你考虑，就是你要卖的时候，你要说这个公司是发生变化了，对吧？退化或者是走向不太好的方向了，你才去卖去。它这个减少了我的这个噪音增强了我对这个噪音的这个抵抗力，那也是因为市场的话呢是一个坏脾气的一个市场先生，他有时候会把这个价格弄得很高，有的时候会把价格弄得很低。我觉得这对我是最大的一个改进。那你像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，你有哪些股票已经是比较长持的这样的？对，从头讲起的话，最开始的时候，具体忘了，应该是18年左右，18或者17年左右的时候。我当时的话呢，我们学巴菲特不一定就非要是说的这个，买他那些个他所持有的股票，对吧？对，我们只要是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公司有前途，它的产品这个它有 moat， 我们就可以这个考虑就可以。所以我当时呢考虑的时候，我当时一种观察一种感觉就是像这种 platform， 我当时叫 platform company，现在也就是今天的所谓这个hyperscaler， 对吧？Microsoft、Google。包括NVIDIA，这些公司我认为的话呢，就是当时逻辑就说的这个就是 platform company， 像那些 platform company 呢，他们有很强的 mode，他们还会有大的发展那么支持这个 platform company 的话呢，就是下边的 chip，所以我当时就看准了，就说的这个应该是投这个 platform company 和 chip company，所以我当时就买了几张股票，比如说的 Microsoft， 比如说 Google， 比如说的 NVIDIA，比如说的AMD，这么几年下来的话呢，有些股票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，比如 NVIDIA， 18年到现在已经是8年时间了。对 NVIDIA 涨大概现在从18年到现在大概涨了多少？我的因为这个他买的时候他并不是一次性买的，对吧？他卖的时候呢，我到以后我们可以讲，有机会给你讲，就我当时学 option 的时候，他又卖了一些股票，所以我这个顺序的话，买和卖的顺序的话呢，就是这个不是那么特别的明了了。但是总体来讲，到手里留下来的话呢，你比如说这个NVIDIA 的话呢，我是大概是7块多买的。那现在呢就涨了，大概是涨到了30个 X。AMD 最近表现也不错涨了大概有10几个 X， 14个还是10几个 X。对那个 Google 大概涨了5个 X 哇，这些都是比较成功的，比较好的Microsoft 涨得稍差一点，大概也有这个2点几的 X 哇，完了当然因为我是学巴菲特嘛，所以我说我也要买这个，而且你都是重仓的，我知道你这些都是重仓，是不是啊？相对就比较就是就是持的时间比较长一些的。当时说实话，下的量并没有那么大，下的量大一些的可能
效果会更好啊。但是总体这么下来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就是所谓的复利的力量，对吧？对以及这个对这个就你持股，你不是说的持一张股票，你是持一个公司，这个概念对你的这个定海神针呢，这个定力的这种支持，对所以它对我还是帮助还是很大的，还是是的。那上次我觉得我跟你在讨论的时候，我觉得你那个谈到这个时间，就是我们在投资当中这个时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是吧？有我们很多朋友就是说，这个可能买股票就是一味指望这个股价上涨，但是呢，有时候就是没有考虑到，它还有回去的时候。然后呢，就是当它回去以后，很多股票我们当时，你比如说这个 technology 的，像Cisco System 嘛，当然 Cisco System 好像最近好像又创新高了，但是那个是经历了20多年，从这个2000年那个股灾那个下来以后，一直将近25年左右，现在才回到就是原来那个水平在创新高，是吧？所以像这样的股票还是蛮多的。那这个当中一个就是说时间的因素，在这个投资当中，怎么来看？我觉得我觉得巴菲的那些个就是原理的，或者说叫 principle 的话呢，它是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启发性的，它是一个这个。它非常 rational。你比如说你要买一个股票的话呢，你说你要在这个相对这个低位的价格低位的时候，或者价值它价格低于价格的时候，对吧？这是一个条件，就是说，我进的时候是相对比较低位的，这是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的话呢，它还要有 growth， 它要有 growing， 对吧？比如说你自己要想好了，你说我这个。我们就假设我进这些日子，我就想，你比如说 Microsoft、Google， 对吧？他们的revenue 每年还有15%的 growth 这个 revenue growth 15%的话，那大概就是这个5年，这个 revenue 就翻一番对吧？它如果 profit 也是有这个10%几的这个 growth 的话呢，那也是5年就翻一番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就是从 logically 来讲的话。如果我们在买 Google， 在买 Microsoft， 在 discount value 的时候买，对吧？那么它有这么长的 growth， 就有这么快速的 growth 的话呢，那么呢，就是说这个你的这个你就不用这个时间，只要时间往后走的话呢，你就不至于太担心了。担心的就是你买股票的时候，你的价格买高了，就是高于它的 value 了。那么它股票下降的时候，对吧？那你要等它再回来，这一段时间就要等了，对吧？对。所以还是买入点很重要，要买不要追高，对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是 value， 对value investing， 对。还有就是说，这也是巴菲特也是，我觉得他是对芒格对他也是很大帮助的一点，跟他就是跟他也说，就是说这个公司，就是说当然一个就是说这个好的公司，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好的时间，对，是吧？对，好的时间买进。对，他当时说叫做这个good company with fair value， 对吧 ？fair value， 而不是 good price， with a fair company， a fair company with good price， 这就不对了，就。对。